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接下来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和爱的人在一起，爱一辈子，不爱不够。大家好，我是吕阳，从来没有一句建议会适用于永远变化的我们。看懂自己，看到对方，才会有细水绵长的爱情。大家好，我是莎娜。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看待不完美的人。大家好，我是雷鸣。在追逐爱的过程当中，要看缘分，也要努力。如果一切都指望缘分，那是一种消极。大家好，我是曲伟。如果在婚姻当中你一味的计较得失，那幸福一定会打折。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付40岁，来自江西，培训老师；小璇25岁，来自江西，职员。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受不了对方哪个缺点，算计、斤斤计较，做事情总是先斩后奏。他太想当然了，爱慕虚荣，什么都要最好的。我已经退让很多了，他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他就是从心里看不起我，拿我当备胎，所以从来都不为我着想。希望对方怎么改变？能够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别那么双标。两家人心平气和的商量婚事，别总刁难我。哦，这个原因听的感觉这是火药味十足啊！但是听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二位现在已经是在开始筹备结婚的一个状态，对吗？你们是订婚了吗？还没。本来打算订婚，但是就因为婚房的事情，还有像彩礼啊、酒宴的事情，就闹得非常多的矛盾，所以现在还是没订婚，要打算订婚的这个阶段，在谈这个婚期的一些问题，对吧？那咱就从这儿开始说，好不好？是，由我先说吧，因为好的，这个事情我也特别难受，因为婚房目前为止是买好了，但是彩礼的问题谈不拢，还有像我们的酒宴的问题也谈不拢，其实我跟他认识最早是在健身房认识的，因为我今年40岁嘛，40岁我能认识一个比我小15岁的，我当然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当时看到她就觉得很漂亮，哎呦，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哎呦，这开心都写到脸上了。因为我之前我都不确定我能结婚了，但是我遇到她之后，我想这个婚一定要结的。你俩恋爱谈了多长时间呀？谈了2年半。那不算短了时间。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是真的从一开始抱有想跟我结婚的态度，他不应该在比我大15岁这上面跟我有所隐瞒，不是吗？关键是我要上来说我比你大15岁，他也不跟我接触了，所以我也没想一直说瞒着。因为这个事情，我个人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所以就有一个契机，就问他爸妈是哪一年的嘛。然后他说我不记得，他说可能是80后吧。我当时一想，我也是80后，我压力就特别大。就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说了，就跟他摊牌了。我说我是85年的，我不想把这个事情一直隐瞒你。我以为那就要分手了，其实后来经过考虑之后，他依然能接受。所以这个事情，我当时是很感动的。虽然说我年纪比他大这么多，但是我会在生活当中会多照顾他一点，就包括说这次买那个婚房事情，也是我们前后也是我一个人在操持。婚房它其实并不是说像他说的买了，因为我们是去看了一套房子，它可能均价在2万左右。他当时看的自己也是觉得很喜欢的，然后可能均价高一点，我也去说服了我妈妈、我家里人去出这20万，然后他家也是同意的。但是在有一天突然看这个房子没隔2天，他就带着他父母瞒着我的情况下去看了另一套房子，甚至还付了定金2万。因为我有哥哥，他的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把那底儿已经掏差不多了，40-50万对我家来说的话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爸妈也是权衡之后，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买了另外一套房，那个房子均价是在1万块钱。我当然也在上班，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因为这个事情去我家吃饭，他跟我爸妈甩脸子。可是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跟你家人商量好的呢？你不管知不知道，他当时把那个筷子跟碗直接摔在地上，就是一直在强调说我们看中那个房子，他爸爸又愿意出钱，为什么我妈妈还要选择这个房子？是因为考虑到我们到时候小家庭组建之后还房贷会稍微轻松一点。那所以这个婚房现在卡在这儿，现在定了吗？最后买哪？没有定，最终因为他生气嘛，生这个气太大了，最终把这个房子给退了，最终还是跟他一起去挑了另外一套。但是挑的这套房子也是跟他
父母去订的那套房子均价是差不多的。那这1万的你接受吗？现在我已经接受了，因为没有办法了。好，那房子的事儿咱们就先放在这儿了。那接下来继续再说，还有什么问题？后面他们家装修更过分。一开始他哥哥嫂子结完婚以后，是有多出来的那种红木的老式家具跟柜子。他有回家找我商量，说这个东西咱们能不能婚后就接着先用着，就是能省一笔省一笔。我是明确跟他说过，这个我们不能用，因为毕竟新房嘛，我还捡你哥哥用下的东西呢，我那么不值当吗？他们家也是直接就是瞒着我的情况下，就是把那个沙发搬到家里去了。我给他发信息发照片，他直接跟我来一句说惊喜，然后也不处理任何的问题。是不是装修的风格是按你的风格来的？家居的品牌，包括家电的品牌，全部都按照他只是说他挑那个沙发的时候选了一个3万块钱的沙发。可是那是人家的标价呀，那实付款是不是没有3万？我无论多少，因为我家有这个是全新的，我只是说暂时用一下，因为当时咱们钱不多了，暂时把这个沙发放进去用一用，到时候咱们再换一下也是可以的。那是不是在你说我明确表达这个沙发不能用的之后，我也在挑沙发，也问过你，我都准备下单了，然后你回来就跟我搞这一出，你觉得合适吗？所以就因为这个事情，他非常生气，他跟我直接分手了1个月。我要不分手，你这个沙发你会搬走吗？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就是用分手逼迫他把这个东西搬出去了，是吗？对，搬出去。但是我们现在沙发跟柜子还都是没有定下来，装修出现了问题，家具出现了问题。接下来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彩礼呀、3金呐、婚纱照啊，不会每一样都有问题吧？每样都有问题。其实除了我们房子定了，其他都是在停摆的状态。他每一样都会找我茬，然后最后要谈这酒席，这就更搞笑了。因为我老家是江西九江的嘛，我父母打算在我们主场办一场，然后他们要求说在这个南昌办一场也可以。我爸妈意思呢是为了照顾他的感受，因为他家条件比我家条件好一些嘛，我们就说九江就不用办那么好的酒店，然后几万块钱就能下来，然后在南昌我们就打算花个10万块钱去办。他爸爸坚决不同意，他爸爸要求说什么呢？办我们当地那个专门办那个婚礼的那个大的婚礼礼堂，进场费就是8万8，然后菜金是不低于1桌2000块，所以7、8、8算下来要是接近30万。他知道我们家的条件，我怎么知道你们家是不肯还是出不出来呀？而且当时你们家把我爸爸气成什么样子啊？都说分开办了，不是吗？分开办是你爸说的呀。可是你们家还同意，怎么能同意这种事情呢？那他不是生气吗？而且你们家没有要求要办得好一点，那我爸爸不希望嫁女儿风风光光吗？我家只有我一个小孩，如果不够就2家凑一点不就完了？这个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好，终于听到了我想听的，老师谢谢你。当时他们家不是说买那个房子吗？他爸爸不是答应说出20万，最终也没让他出。我的意思是说，我去借钱去把这个你要求那个婚礼在那个婚礼堂办可以，我去借钱。主持人，你知道他说这个借钱找谁借吗？他要找我爸借钱，还得说打借条。其实能看得出来，你跟岳父借钱是故意的，你心里可能有口气，这个理解。最后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我想知道，因为怎么商量成什么样子了呢？我跟他吵了一架，我说这个是不可能，你找我父母去借钱，然后你让我怎么连往哪里搁，然后我还得花自己钱娶自己，所以这个也是停摆的状态。房子落定了，装修停摆了，然后婚宴停摆了，彩礼呢？他这个问题更严重，因为有一次我去到他家吃饭，因为我每次去到他家都是大包小包拎着嘛，没有人出来迎接，也没有人出来看我一眼，我就去他这个家里面的厨房里面看他爸妈在那忙活，然后背对着我，我说叔阿姨我来了，没有人回头的，只是他妈妈轻微的回头一下说来了呀。这个还不说，就是他们把饭做好之后，我坐在那个客厅里面嘛，他们在吃的情况下都没叫我去。那也没有吃啊，只是把东西放好了，我不是有叫你吃吗？然后正好我妈就在饭桌上说了这个彩礼的事情，是原本答应给的是18万8，因为他哥哥娶他嫂子也是18万8，在南昌已经是很普遍的一个不算高的了。我把那个画面具体的画面给大家描述出来，就当时在吃饭的时候，他爸妈本来就是态度就对我特别差，他们说18万8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啊，我说阿姨没有问题。他妈突然来一句说这钱彩礼给到我这边，我先替你们保管。我当然也没说什么，我只是私下来我说你妈妈要这个18万8也可以，什么叫要呢？能不能退个10万块钱？我说意思是退个10万块钱，退给你。妈妈说是保管好吗？你不是经常跟我说，你说我妈把我养这么大了，我应该把这个钱给我妈。是因为你们家在斤斤计较，那我妈就我一个小孩，那就算她这个钱收着又怎么了？况且我跟你谈恋爱期间，不是家里也给我买车了吗？买车这个车不是也会跟着我一起过吗？
他说到一个重点了，就是我说你如果按照中国传统这么来走的话，有这个彩礼就有嫁妆，对不对？我跟他一直说嫁妆的事情，他一直没有答复。他最后跟我答复什么？他1年多前他爸妈给他买一辆那个车，他那个车就当嫁妆。嫁妆，我父母其实有提过这个话的，就是我们家是因为他一开始他们家那些彩礼啊、酒席，还有他向我父母去借钱这个事情，我们家觉得把这个嫁妆拿出来说，就好像我们俩婚姻像一场交易，就很可笑。你说那你的嫁妆是怎么安排的？我父母是说给钱，给多少钱吧？这个我不太方便说，但是绝对是比他他嫁妆知道吗？比他的给我的彩礼高的。你知道吗？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我绝对不会相信。因为嫁妆这事儿在那辆车那儿戛然而止了，所以说因为这个车不是嫁妆，只是说他不会跟我一是嫁妆起去的。但他一直认为那是嫁妆，那你跟他说我们嫁我跟他妆大概是多说过，我他有只不过说他意思就是那意思，那车我就是嫁妆。没有，是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辆车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不是没有价值，是过去时了，他盯的不是那车的价值，而是你的嫁妆。其实嫁妆很简单，就要看你和你的家给多少、出多少，怎么办，然后再去确定嫁妆。我实话实说，因为他们家给我的感觉是很不对，尊重我。您就是要视情况而定。就你俩今儿来这儿是要把这些问题挨个解决了，还继续要准备往下走，还是说其实你们在内心都在打退堂鼓了？我们想知道你们的一个想法，我们再来捋接下来的事儿。我是想跟他在一起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何德何能，我40岁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所以你很感激。还是要娶她的。今天来这儿也是为了说，让我们帮着你解决一下这些事儿，然后还是要奔着结婚走的。对，对吧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相处了。好，来，女生你呢？是因为他们家现在对我们这种态度，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往下继续走下去。好，那接下来说回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在刚才你短片里面有一句话我听到了，你说你的女朋友爱慕虚荣。为什么要说他爱慕虚荣？因为他刚毕业没多久嘛，就第一份工作，他在一个公司做个行政，上班还不到1个星期，然后跟他的老板，男老板没有比我大几岁，男老板去到江西婺源去出差。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我说你一个行政，你对公司都不太了解，对老板都不太熟悉，怎么能跟着男老板去到江西婺源出差5天？万一碰到什么事情，咱们哪说得清楚啊？老板的品性你了解吗？包括说合作伙伴谈合作里面是不是要喝酒？喝完酒大家的酒品怎么样？喝完酒之后要不要去什么 KTV？要不要唱歌什么的？然后完了之后，我无论怎么劝他，我就是求他都不行。我最后我说你去，没有啊，我说你去，我就跟你分手。然后他依然觉得去，最后去了还是吧？然后去了，完了之后，我5天时间，我给他打电话就很敷衍我，然后包括短信3到4个小时才回一条。你一个行政你在那边我到酒店，我是不是也给你发信息，也给你发了酒店定位？你到底还要怎么样啊？而且最后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办法上班了。为了这件事情把工作都辞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上班了。您真的有点过分了，这种焦虑是自找的。他不光是这个，后来回到家之后，还有经常他老板叫他吃饭。各种各样的，我说你这老板好像不太合适，能不能辞掉？他也同意了，辞掉了。而且这个工作不是有多么远大的抱负，他刚才去一个星期。那我不是觉得跟老板我能学习的更多吗？我觉得对于我一个毕业生来说，我有更好的发展，不是吗？他觉得从他那个老板身上能学很多。我想问你一下，你是害怕他的老板欺负他，还是害怕他爱上比你更强的老板？实话实说，2点我都怕。欺负他是占大多数，因为去到那边一定喝酒，我不知道他酒品怎么样。如果喝完酒之后动手动脚怎么办？好，这个事情他就辞了，可以。那去第2家公司呢？第2家公司，因为第2家公司他也是做行政嘛。然后那天他提前8个小时跟我说，他说要加班，然后我也没多想啊，我回到家里就发短信他不回，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到晚上11点钟回来，我逼着他，我一定要把那个手机给我看，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看的。他开始不愿意，后来被我逼着看是跟什么李总约他打羽毛球。那我也没有单独一起打吧？那没有其他员工吗？那我怎么知道单独不单独啊？他就一直说有其他的，我说其他你证明啊，有其他人证明啊，他也证明不出来。然后我后来就经常去他们第2家公司嘛，因为宣示主权是，对吧？我想让老板稍微收敛一点，然后他就一直在强调我跟我的女同事。你没有吗？你不觉得你很双标吗？他有一天直接就是跟女同事连续3天去聊天，是不是90%内容都工作？你自己看了那手机。上班不能聊吗？他有跟他的男同事聊天吗？没有，就是如果他看到其他男生给我发信息，他都会叫我去把他删掉。那你不是也一样吗？我都当着你面删的，不是吗？那我也删了呀。直接删联系人吗？
他觉得我回任何信息都是有问题的。男同事的微我没有信直接说任何删了吗？信息有问题，就是那种突然说你在干嘛，要不要出来玩喝个酒，类似于这种男生我全部把他删掉。你在刚才的片子里面还说到一个词儿，说你是万年大备胎。对，因为刚才不是说那个彩礼问题吗？包括说那个婚房问题吗？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妈妈给他介绍这个相亲对象。我没有去吧，我只是加了个微信吧。当天回来我不是也告诉你了吗？你为什么要加微信呢？也是被如果说你这边不删掉了松动的话，你妈妈会给你介绍对象吗？我还不够坚定吗？你要我多坚定啊？我们今天其实采访了一下女生的妈妈，我们有一段录音的啊，咱一起听听女生的妈妈怎么说。我们就这一个女儿，是吧？从小到大没受一点委屈，但呢，从我们本身来讲呢，她年纪也不大，我们也不着急要她结婚。怎么讲呢？但现在这个年代，就是说她不结婚，我们也养得起，不管她要车要房，我们家也给得起。但如果她非要结婚呢，我们也尊重她，结婚也是让她高高兴兴的，不是受苦受难去的。我们提的也是基本正常的要求，也没什么过分，也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以后被重视、被善待。他妈妈说完这种话之后，就会让我想起来，因为他对他妈妈特别有感情，这个是人之常情。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商量过孩子的事情，他跟他妈妈一致的意见就是说无所谓，就是孩子先不着急。当然，从我的角度，从我爸妈角度，因为我今年40岁了嘛，我就想，如果能这个婚姻安排好了，一切都办妥当，我们是可以考虑要孩子的。你希望她一结婚之后马上就怀孕生孩子哈，那也就面临着她可能要暂停手里的工作。她觉得我可以不用上班，就辞职备孕吗？对，是的。我觉得他们家就只想着他们家自己，就非常的自私。那接下来我们要照例询问一下我们同样来求助的小石和小齐。其实我挺同情这位哥哥的，我觉得我们男生一辈子都是会准备彩礼钱呐，或者说婚房之类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也挺羡慕你的，你可以随时查手机。我挺能理解这位姐姐的，就是我感觉，她男朋友也挺好的，为了想跟她结婚，然后闹出这些问题来。我男朋友就是我感觉他不想跟我有下一步的发展，他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来找我，有没有需要的时候一点都不关心我。你俩虽然在说着别人的事儿，但是把自己的问题也都说的差不多了。那待会儿说你俩的事儿，不着急啊。接下来咱们这样，咱们听听各位老师们对我们的傅先生和熊女士有什么样好的建议。男生，你对他父母有足够的尊重吗？你对他有足够的尊重吗？他是任性，他确实也想要别的女孩该有的结婚的风光，但是这是可以好好谈呐。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任何事情都是自己先斩后奏，既定事实以后再和他去谈。他的父母表述得非常清楚，对女儿选择的尊重，这已经是了不起的父母。你对他的一些行为已经达到了控制。你们两个人现在需要的是，你对女生要有足够的尊重，女生对男生要有足够的体谅，是要解开矛盾结，系好感情扣，而不是彩礼、婚房和婚礼。现在还早，再磨合一段时间，女生再看一看这个男人是不是自己所真正选择的，是看到他未来，而且看到他很多优点，而且在婚姻当中，我们不说过度的宠你，至少依然能够爱你的男人。如果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我建议您千万不要踏进这一段婚姻。其实我就特别想说，你们两个人之间很多的冲突都是来自于你们成长的这个环境不太一样。其实在你成长的这个环境当中，你得到的不是独有的宠爱，甚至在你的家庭当中很多事情啊，咱们很坦率的讲，是轮到你了。但是女孩得到的是独有的宠爱，所以你们俩之间很多的冲突都在于这儿。
另外，我觉得我们要打破一个幻象啊，戳破一个肥皂泡，不是年龄越大的人就越懂得爱，越懂得宠你，越懂得迁就你的。他要打小就知道怎么很好的自洽，很好的懂得爱、付出爱、平衡爱。他越长大，他就会越自省的成全自己。但他打小就不会的话，绝对不会因为年龄这个事情就会自动自觉的成熟起来。所以年龄这个事情在你俩之间看起来好像在男孩那里是一种自卑，因为你一直都在强调我都这个年龄了，我找到这个漂亮的女朋友对你来说你也非常有紧迫感，迅速的想给她贴上标签，这是我的。但是对女孩来说是一种不甘，这个不甘在于她其实从她的角度啊，他就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得到那种独有的唯一的那个宠爱，他就已经有一点不舒服了。另外，他没有把你划成成长期的男生，15岁的年龄跨度对他来说，他自动把你划到一个收获期的男生。他认为在你这儿没有虚位以待，必须一步到位，所以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不甘心。所以在这点上，你要是能理解的话，你就不会有赌气了。因为你在这个年龄，你就需要去证明你是值得这个女孩子托付她的一生的。给你们俩一句忠告吧，就是这段关系能不能走下去，我觉得可以。但是一个是你们在这段关系里能不能放松的相处，另外一个你们对人生的大方向是不是能够达到一致。就真正好的爱情不需要你变得更好才值得被爱，就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就已经很喜欢了，这种时候你们才真正适合走进你们的婚姻里。他自己其实已经在台上说了，我40岁，我能找一个这么漂亮还这么年轻的女孩，他觉得他赚大发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是我应该的，我本身就很优秀。为什么？因为他在跟你相处之后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其实你认真仔细的想，他所谓你强势，可是最后妥协的是谁？我们具体到每一件事上，最后是谁在妥协和让步？没妥协的事儿就悬而未决了，挂在这儿了，你发现了吗？所以这段关系当中，看似是你强势，其实是他在领导着你往前走。但同时我也想跟你说的是，姑娘，这确实在你内心当中不是你最希望的那个选择。你一开始被他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以及这个男人的自带的成熟感吸引了，蒙蔽了双眼。你现在慢慢在揭开你眼前的这层滤镜。你为什么会跟男老板出差？你为什么会跟男老板去打羽毛球？因为你看到了比他更优秀的人。所以你男朋友的担心不无道理，包括你妈妈去给你介绍相亲对象，你加微信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就是不够坚定。你也在寻找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和机会。从你接受他比你大15岁这个事实开始，其实你内心就能看得出来，你是想找一个有能力的，你是想找一个不用陪着他一起成长的现成的成熟男人。所以他这个大概是你的目标，但是他又没有完全达到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说给你们未来画了一个画像，就是未来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你们两个人如果有这个能力去克服，那就走；如果没有，到这儿其实挺好的。就是咱们做几道应用题好吗？你的未婚夫今年40岁，社会经验丰富，深谙人心险恶。第一道应用题，你觉得他在重大事实上先跟你隐瞒，这是他的习惯还是他的故意？习惯。好嘞，你的未婚妻说这是你的习惯，她坚定地认为你人品不错，这不是你用心险恶跟她故意的。这个时候我估计电视机前你爸爸应该拿脑袋在撞屏幕。没事啊，咱们做第二道应用题。你的男朋友以他的社会经验认为你身边有一个40多岁的成功的老板，你跟他去婺源出差，有大概率发生事件，这是事实吧？源自于他在经济方面可能不太自信，对吧？好嘞，10年后你男朋友就跟我一样老了，身体呢一天不如一天，
每天早上起床都能发现我不如昨天了。10年后你35，你身边风华正茂的男性一个接一个，10年后他会不会天天怀疑，老婆你跟张三怎么回事？老婆你跟李四怎么回事？你都不了解张三李四，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不，源自于我的不自信。然后呢，你觉得你爸爸跟他能相处好吗？不能，不能，因为我父亲本身对他就有很大的。所以你们两个结婚以后，你爸你妈要受多少委屈？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闺女已经嫁给他了，你不妥协是吧？已经嫁给他了，你觉得未来10年、20年、30年，你爸你妈会受多少委屈？应用题做完了，你可以用你接下来的选择来验证刚才我的这些推测会不会变成现实。你现在也有机会不这么选。应用题做完了啊。好，我没几位老师那么悲观，两个人看起来相差没有那么大，但是你们俩有一个本质的原生家庭造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如果你们了解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包容和理解，我认为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鸿沟就是男生一直以来他知道得到一件事情很不容易，都是自己去拼的，所以他在很多事上都带有3个字攻击性，这是我的很不安全感。女生相反，一切事情很容易，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所以你们俩产生了一个相似，其实本质又相反的一种状态，就是他很攻击性，带有攻击性，你呢很较劲。但这种方式能不能改，能不能调？你们两个人啊，如果真正的能够理解对方，能够共情，比如说婚礼的这件事情，比如说彩礼的这件事情，包括嫁妆的这件事情，怎么能够表达真诚啊？交底儿不就完了吗？而不是砍价嘛。你希望能给18万8回10万，你说你有多少我都能跟，对不对？但我就不告诉你有多少。了解对方很重要，懂对方更重要。两个人都能到懂对方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往前的，因为你们俩克服一些价值观，克服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可能过得会和你们外在看的那么的美好。希望你们幸福。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傅先生和熊女士，咱们坐那儿稍微歇会儿，也想想你们的事儿啊。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石，22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小齐，23岁，来自河北，家教。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在乎我，我都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他太娇嗔了，总是没事找事儿。感情中的地位平等吗？不平等，我觉得一直都是我在付出，他只有在有事的时候才会想到我。挺平等的呀，男生哄着点女生也是应该的呀。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我已经迈出99步了，他就不能也向我迈出一步，让我也看到点希望？别总胡思乱想，太多愁善感了。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这个挺有意思啊！女生说：“我迈出99步了，你得迈一步啊！一般不都是男生迈99步，女生迈一步吗？”然后女生还特可怜的说：“我就是那个他想起来我才会来找我的那个人。”对，就是我们在一起4年了，我感觉，一直以来都是我在付出，他一点都不在乎我，他只有在需要我的时候才会给我个甜枣把我哄过来，他要是不需要我就一点都不关心我。有一次我外出兼职的时候，我那个脚被开水给烫了，因为我一个人在外地嘛，我能想到的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记得那天早上我给他打了10多个电话，他一个都不接。凌晨5点钟给我打电话，作为一个正常人，凌晨5点手机是静音的，那时候肯定听不到啊。而且最后我8点我起床了，我第一时间就跟他回电话了。他是回我电话了，但是他回我电话特别不耐烦。他接起来电话不是问我怎么了，他问我是不是有病。你烫伤烫成啥样啊？我带图片了。来，我们看看。哟，这个烫伤有点厉害。对，就是我早上接那个。但是他离你多少公里啊？坐动车也就40分钟。当时他这个事情我得知之后，我是跟他说的，我说你这个时候你这么严重的受伤，应该先找你附近的人帮忙，而不是想到我要过来，我也需要时间，而且我还要上班，而且到最后不也来看你了吗？
他最后是来看我了，我那个脚就是都已经包扎完了，他来了。那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不在。还有一次就是他跟他朋友学习那个什么理财投资，他是借钱学的，然后后来没学明白，就是把我们两个存的钱全都搭理了。这个事儿他没有跟我说。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商科学生，我用来投资是很正常的。他说他学习这个就是为了去挣那个路费来看我，因为异地一直都是异地嘛。但是就是在我看来，每次都是我看他比较多，就算他来找我的时候，那个路费还有包括住的什么酒店、吃喝啥的，基本上都是我出的多一点。录这期之前啊，我们导演给了我一些特殊的东西，给大家展示一下。有这么东西啊？哎，就他们两个人往来的机票，从北京到长春是吧？就是有一些中转的，中转的这样便宜一点嘛。大概就是现在这些的机票，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些机票基本上都是女生付的，对吧？对。这是多长时间的机票？也就是最近的，因为之前的有的就没攒下来。最近的也就最近几个月是吧？对。所以这样，你觉得你在这段感情当中是我属于那种主动付出的？我感觉我付出的更多一些。其实我觉得这是你的一面之词，你把这些机票保留好了，可能就为了等今天来反驳我嘛。我所有东西，我只是没有保存罢了，但是我也来看你的呀。就不说机票了。就为了你3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我都愿意坐过来。你坐火车硬座来找我啥目的？你心里不没数吗？他这么做都是有目的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养了一个兔子，他来看我的时候吧，那时候我正好出去上班，他就自己在家跟那个兔子逗那个兔子玩，然后我回到家之后就告诉我他把兔子给扔了。为什么？其实我们一开始商量买兔子的时候，我是很不喜欢小兔子的，一是管不住，二是太野性了。而且我跟他商量过，我说我不喜欢，你能不能不要买？但是我拗不过他，那也行，我最后妥协了嘛。到后面有一次，那个兔子就是把我弄伤了，我就是情绪一上来就给他把兔子丢了。后来我找了一晚上，然后我求他，我就差跪下求他了。我说只要你告诉我兔子在哪儿，我就不跟你计较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原谅你。然后他就在家特别无所谓，他说：“哎呀，行，我跟你说吧。”找着了吗？最后也找到了。那还没说呢，他那次坐火车来是为啥？是为了扔兔子呀？就是兔子扔了，然后他过来给我赔礼道歉来。那次坐硬座来是给你赔礼道歉的是吧？对，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挺生气的，然后我就想跟他分手。那时候还提前给我把生日过了，就是又给我买花什么的。因为想着这事情也挺愧疚的，其他人的生日我都不记得，包括自己的。我都不喜欢过，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我得做点什么嘛，就希望他能够开心一点。但是他这么做，他是带着目的来的。我当时以为就是他做这一切，可能真的想跟我哄我，然后想跟我和好，我还挺感动的。但是他做完这一切之后，没2天他就跟我说他要搬家，就是他嫌那个房子那个隔音太差了，他想让我跟他一起把家给搬了。结果到了搬家那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单位要加班。就变成了我一个人去给他搬家。他不是在别的城市吗？对，我过去，我当时买的机票去的，坐着飞机去给他搬家。对，因为我当时原谅他了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他需要你们的生活我真的无法理解。那要买来往返的机票几千块钱，那你当地请一个搬家公司都一切解决了呀。他当时也是为了来看看我搬家是个理由吧。你就等着他来看你，正好让他把家给你收拾了，是吧？而且搬家不是说都是很多大件东西，我们都是小件东西，需要打包整理，对吧？您给报机票了吗？给他报了一半了。机票报一半啊。然后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搬家的时候有一个箱子特别沉，我搬的时候就是没拿住，然后那个箱子就洒了，东西掉一地。因为当时自己就很委屈啊，就是明明说好2个人一起的，变成我自己搬家了。我边捡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边哭。最后是那个房东那个夫妻，他们人很好，他看着我一个小姑娘挺不容易的，然后就帮我一起把东西收拾了，把这个家给搬了。然后当时他那个行李箱落在了原来房子的15楼，因为我电梯卡还回去了嘛，然后我就自己爬了15楼，给他拎特别沉那个行李箱，给他抬下来，然后又放回去的。就我收拾好这一切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我就想让他安慰我，哪怕他夸我1-2句，说我真棒也行啊。然后给他打电话，然后他跟我说：“哎呀，这不是锻炼你吗？给你个机会。”你活该，谁让你拎那箱子了？谁让你去搬家了？
你去了都能不能知道是自己一个人干的时候，谁让你干了？就是恋爱脑嘛，我为了他所以恋爱脑这个事儿就别去找他的问题，你自己往上选的，对吗？还有我感觉他也挺没良心的。之前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嘛，然后那天早上我就突然心血来潮了，想看看他手机。看了他手机以后吧，我发现了他本来就应该注销了的微信小号，结果没想到他就是单方面给我拉黑了。我打开他那个微信小号，有一个标签叫 fish。然后fish 然后里面有8个女生，都有图片的，你看一下。这个是黑名单，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我不知道是谁，还有一个就是他跟其中一个女生聊得特别好，他管人叫宝宝，这是另一个，还有，然后还说人家好看，夸人家永远18岁，然后又说想跟他出去玩，这个没什么吧？然后我一个女性，这个就是他说他就是处对象，就是处过几个。但是就是他隐瞒我了，统一说3个，对他没有把我算进去，就没把我当人看。这个是只觉得这个是你说反正美就完事了，就是绿色的是他绿色都是他，就是他给别人发的，只觉得你很美。对，然后这跟别的女生后面还有，来我们再看。你看想我了吗？想了，然后有多想？嘿，想找你玩。你们2个人可以聊得这么暧昧啊？他跟我说，他跟这个女生是打羽毛球认识的。我拍照片的时候，是因为我早晨查了他手机，我太紧张，我还生气，然后拍的时候那个角度就是偷拍那种感觉，我手一直在抖，我真的要气死了。我不觉得。那说实话呀，那你也没有尊重我的隐私啊！我有看过你手机吗？你有主动给我看过吗？当我查到你的时候呢？这就是那个标签 fish。有些隐私要尊重，但是您这个隐私损害到他利益了。老师们，他这个有点断章取义了，其实。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吧。虽然说我标签是这样的，但你仔细看跟其他人的聊天记录，我聊天记录都没有啊，有的都被你删了。就刚刚他说我最暧昧这个，他有句话他没有给你们截出来，就是您说了，定义就是朋友。您说刚才这样的聊天记录截屏是真的还是假的？它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您问问亿万观众，有几个会认为这不是恋人之间该有的聊天？那次就是我发现他养孕之后，我就觉得这是个原则性问题，然后我就不想跟他继续下去，我要跟他分手。然后他当时又过来捅我。但他也有问题，说实话。他有啥问题啊？我没有证据，因为他不给我手机看。但我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他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也看他跟别的男生聊暧昧也有的呀，只是我没有证据。我聊什么了？你聊什么了？要我说出来吗？说。那软件上面全都是分享的视频啥的。那我没看到吗？我分享视频怎么了？我有说不该说的话吗？那只是朋友啊，我连朋友都不能有了吗？就跟你在一起，所有异性朋友都不能有了是吧？不说这个了，就说现实点呢。我们一起去玩，当着我的面跟别的男生更加搭配，但是那暗地里面你会怎么做？当时喝酒是因为他在我旁边，是我们2个一起去的酒吧，而且当时确实喝多了，头有点晕，但是我跟那个男生只是碰了一下，我们什么也没干，就说白了他在旁边，我们能干什么呀？哎，你俩现在在哪儿生活呀？刚才说是在我们在吉林生活。吉林是吧？现在是在一个城市了吧？对。你们现在都工作了是吧？对。那工作了之后，你们2个人的开销谁花的更多一些呢？我感觉基本上我花的多一点。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我那个房子是我自己租好了的，房租是我交的，然后平常日常生活吃饭什么的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基本上我感觉我花的多一点。他房租他没有给我 A， 水电什么之类的，水电都是我来付的，所以房租、水电大部分都是你。对那生活上谁付出的多一些呢？也是我，就基本上就是家务什么全是我来做，他就跟个大少爷一样。然后就是他过来以后，那段时间他没有工作，就是花销就更是落在了我身上，这我都可以忍受。就是但他在家什么活也不干就算，他老是打游戏，我看不到他在找工作，我也看不到他是说出去挣钱还是怎么样的，就感觉他一点上进心都没有。不干家务吗？不干家务，不干家务，就是一点家务不干。他只看到了他想看到的。那网上的面试我没有去参加吗？更何况我工作我也有了呀，现在不也陪你了吗？再何况你说我一点家务都没做，那碗每天不都是我在洗吗？那你能刷几个碗呢？就是平常在家的时候，就是我擦地，就是那拖布到他脚底下了，他脚都舍不得抬一下。然后包括就是他吃的那个零食，包括那个饮料瓶，永远不知道放在垃圾桶，就吃完就往窗台往那个床上这么一扔就完事儿了。
谁收拾的？我收拾。你为什么要去收拾？我跟他说我让他收拾，他总是说：“哎呀，我累了，你先收拾吧。”就是拿话来哄我。你俩谈了多长时间了？4年了。哎，4年了，时间挺长的。有见过双方的爸妈吗？我们见过的。见完了感觉怎么样啊？我父母还是挺喜欢他的，就觉得他挺好，因为他比较会说话嘛。然后他父母也还行，就是也希望我们2个就是能好好的处着。你没跟你爸妈说这男生不干活啊这些的事儿吗？我想说，但是我觉得说完之后，就是可能如果我们想有下一步发展的话，就尽量是跟父母说一些好的。然后那次就是也是在失业的时候嘛，然后我下班的时候买了一兜橘子，我挺好心的，我说你吃个橘子吧，我买了橘子。然后他当时在那打游戏呢，然后特别不耐烦，他说你给我扒开。我说我上班累一天了，我说我橘子我给你买了橘子，还要我给你扒开，我替你吃得了呗。然后他把那个橘子就是狠狠的往墙上一扔，那个橘子那个汁溅得满墙都是。老师们，就当时我在着手，就不说什么游戏工作，当时你在着手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你还有其他的什么队友什么的，那你要照顾他们呢。你马上这东西要结束了，你马上妈，你游戏那么重要，你谈啥恋爱呀？你跟队友过不就完了吗？吃个橘子还有，他不在乎我，他也不尊重我父母，这点我也接受不了。你不刚说他跟你爸妈挺好的吗？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不尊重我的父母。他干什么了？他对你父母干嘛了？春节的时候我们约好了一起来我家里吃饭，然后那天早上就是要出门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单位又是有事，吃不了。然后我说那行吧，你有事那肯定工作重要的。然后我说那我自己回家吃吧。结果那天晚上我吃完饭以后，我在朋友圈发现了他发的那个游戏战绩的截图。我说你到底是在加班还在打游戏啊？我就觉得他在骗我。白天我是上班嘛，那晚上我累了，我就是跟他说了，我说我想回家休息一下。你没去见他爸妈，你爸妈不高兴了吗？没有，我给圆过去了。我说他就是单位有事。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不尊重我父母。然后还有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我父母当时是在给我打电话商量一下回家就是祭祖的那些事情。然后因为当时打的电话时间有点久了嘛，然后他就特别不耐烦，他就对着电话喊，他说怎么还打呀？没完没了了是吗？当时他在做菜，就是他那个锅里面都开始冒黑烟了。你这死人呐，手没长在你身上，就得指着我挂了电话去整那个锅。你俩今儿来啥目的啊？我挺想跟他有下一步发展，但是他这些事情做下来，就我感觉走下去没什么希望。接下来这样啊，我们先问问正在筹备婚礼的2位过来的哥哥姐姐。我觉得趁早他们俩打消这个念头，因为我作为男同胞，我都无法理解他的一些行为。你俩谁做饭呀？我做饭。他做，谁洗碗呀？我洗碗。只要不让他花钱，干什么都行。对，只要不让他花钱，干什么都可以。来，熊女士，你说我觉得，这小姑娘还是挺受委屈的。我觉得女孩子还是要更爱自己，因为不然就像我一样，就是退让一步，步步都在退让。我觉得爱自己最重要。在感情当中，有时候面相是会骗人的，男生就是平时不哄你，等到你急了想分手了，他来哄你了。一个男生如果在乎一个女生，他是会关注女生的情绪变化的。他关注了没有？你心知肚明。因为在这一段情感当中，我们看到了女生的渴求和挣扎，但是男生呢，他更多的让我看到的是对这一段情感的冷漠。您刚才说去见他的父母，理由是工作吗？如果你真的珍视你们这一份情感，这一天的工作，调休也好，请假也好，罚款也好，我照去。你刚才的很多的回应，包括他烫伤，他第一个打电话给你有错吗？你还要指责，因为他把你当的是心中最重要的那个恋人。您的语言难道不会好好说吗？您让他感觉到你的这种急切担忧，他心就会好过啊，您说对不对？但是他感受不到啊，感受到是埋怨啊，大清早的打扰我干嘛呢？这是爱吗？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爱的。所以一切已经表明，男生，我们心中如果真的没有爱了，坦坦荡荡的和他说明白就可以，放过他吧。
我们今天进了这个门就不要出来了，给自己留一点面子。我觉得你太皮实了。不仅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在男孩的眼睛当中也认为你特皮实。怎么面对你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无所谓，漠视你，不在意，你都能够重新的让自己执着的再起来，去修复你现在的这段感情。我就刚才特别纳闷，有点你的那个执着的点在哪儿？可能时间久了，然后有点依赖了吧。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在通过爱别人来完成爱自己。你真的很爱他吗？其实在你刚才所有和他之间那种互动啊表述当中，我觉得我们不去追究更深远的东西，但至少我们坐在这里作为局外人，我们断章取义的感受，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爱你，他也完成不了你想要的那种细腻的回应。但是你所有做的这些事，所有的抱怨，什么机票是我掏的，家是我一个人搬的，那么沉的箱子我上了15楼，饭是我做的，兔子是我找回来的，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在试图唤起他的愧疚。但是爱从来不是在愧疚里生长出来的，姑娘。你一直想要的东西，他没有觉得自己是亏欠了你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点。他不觉得他欠你的，你要那些要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真的，你们这段关系是你一手导致的，你一手导致了你在你的这种执着的，甚至有一点偏执的修复里，去完成你们这段关系的坚持。你允许了他一次又一次这个样子。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不是说没有办法去修复，因为4年嘛，谁都愿意在一段关系当中，你经营了这么久，都有点不甘心，对吧？但我先给你一句忠告，姑娘，想要修复一段感情有没有概率？有，但是一定要打破你们现在的这种相处的固态的模式。你做错了就是做错了，你纵容了就是你纵容了，你该发生的时候就是要发生，该拒绝的时候就是要拒绝。你要让他觉得痛，他才会觉得这件事情他有错，他才会自省。但是如果说做不到这一点，成熟的爱情是知道你自己的上限在哪里，知道你的修复能力在哪里，到底这段感情你能不能修复，你要做判断，做取舍。就特别简单几句话。恋爱的时候就无底线，能接受他那些莺莺燕燕、花花草草，你俩哪有以后啊？他说他能改。哎呀，我的天哪！都说能改，能改得了吗？这种事儿，他已经当我面把那个微信号给注销了。注销了，还没到时间呢。到了时间就还会再注册一个。现在是让你知道，未来你就不知道，甚至还可能再准备一个手机呢，藏在某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说改的话你都能信。姑娘，你真的是个恋爱脑。所有的女人都会犯一个错误，对于原谅男人这些行为，女人总以为男人会感恩戴德，痛哭流涕，痛改前非。但是我告诉你们，真相是男人觉得好倒霉，居然被他发现了，我得藏得更深一点。他内心深处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接下来，你所有所谓的我的付出是最多的，我在这段感情付出了什么什么，都是一堆的自我感动，你没有觉得吗？就你自我感动的样子特可怜，你形容那些画面，我的脚烫伤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我搬着那么重的行李箱从楼上往下走，我一个人去给他搬家，这些画面确实感人。哪里感人？我怎么觉得活该呀？你自己想不明白，你自己乐意。等会儿，等会儿。如果对面是一个值得的男生，他是感动的，关键是感人的不是我们这些人感人，而是真正他觉得不容易，他会感动，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感动你自己。所以你感动的全都是自己，别人一点都没有知觉，甚至他觉得理所应当。你把自己的底线一降再降，最后的结局就是3个字儿：不值钱。小齐是吧？对。你是不是除了他之外没别人要？要是你就直说是，除了他之外没别人要，你就只能选他。我特理解。你是不是除了他之外没别人要？不是。假装你就是吧。
你现在呈现出来这状态，就是我除了小石之外，没人要我。说你就是，那就算是没别人要你，咱就能找死吗？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心狠？能对弱者下死手的人心狠。合理化就是因为这个弱者，这兔子他挠了我了，无辜吧？冰天雪地扔出去，这人狠吗？什么样的人厉害，心理素质强？8条鱼的鱼塘搁屏幕上，面对5个人，空口白牙，我无辜，这人心理素质强不强？强吧。一个那么狠，一个心理素质那么强的人，你要用婚姻把自己跟他拴一块拴一辈子，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这辈子可别弱，你弱那天兔子挠我，兔子都有罪。你弱那天你惹我不高兴了，你猜我会对你干嘛？就算没人要，咱也不能作死吧。言简意赅，但是句句扎心。我觉得他们能在一起，他们具备在一起的一致性。哦，那您给说说。男生你看不主动啊，不担当，然后呢还不专一，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是吧？还不专一啊，还不专一啊。他不爱这女生。对，女生过度的付出，自我感过度的纵容，并且过度的期待，你也不爱自己，这不是目标都一致吗？所以你们俩在一起绝配啊，所以你们俩肯定会在一起的。这是外人不能理解的一种感情关系。你们俩失去谁都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我这么努力的付出，我这么努力的享受，哎呀，这种关系好舒服。所以请你们好好想想，人家说投桃然后报李，感情呢，哎，人都是我给你多一点，我再给你，但你们俩呢全都往一边使。所以到底做不做这个爱情韭菜，您自己定。到底你这个镰刀能挥舞到何时，您自己看，你们俩随意。好嘞，到底要不要继续往下走？我希望你们心中现在有了答案，好吧？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门后，谢谢你们。好，那揭晓第1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我们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好，那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他们应该出来。没有哇，啊？我认为这一对不出来是太可惜了。如果这一对出来的话，太可怕了。也太可惜了。哎呀，我觉得他们能出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也不一定今儿就分了，说不定人家2个人下去好好想想，因为毕竟现在婚事悬而未决嘛，也需要2个人冷静冷静，不出来不是坏事儿。我跟你说，不出来也是驯夫的一个手段。那另外，他们2个人现在如果匆匆忙忙、跌跌撞撞走进婚姻，真的早了一点，未必是好事儿。那我们第2组嘉宾他们是否会牵手出来呢？好，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3、2、1，请开门。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不会说了啊！怎么说呢？我相信我现在只是经验的比较浅，但我相信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能够做出所有的改变，就为了你，为了我们10年的感情，请你相信我。等一下，分开，我没说话呢。你这咋还抢主持人的词儿呢？啊？我以后可以管你叫宝宝吗？不可以。他说可以哦。我说不可以。人俩人就宝宝来宝宝去喽。就如果跟别人都叫完宝宝，人再回来叫我宝宝，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你今后对他的情绪还会无动于衷吗？我不会了。听过老师们的建议还有谴责之后，我觉得对他的委屈还会熟视无睹吗？不会了。算了，于老师，年轻人的事儿交给他们自己做决定吧。小齐，这辈子发生什么事儿，别怪别人，记住了，当年这是自己选的，
小琪啊，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只能祝福你们，我们抱着祝福的心，好不好？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请相信我，以后我的生活只有你。他让他相信的就是生活只有他，怎么可能呀？人家乐意信你这是他的生活还有事业呢。如果真的相爱，就好好对待彼此，认真的走下去。不管怎么样，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爱情保卫战，谢谢。是的，来这边。特别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